天呢要去纽约，因为呢最近是6月份是美国的骄傲月，对，然后呢我们打算要去参加 New York City， 就是纽约市的 Pride March， 就是他们的同志大游行啦。那到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些跟同志历史相关的景点，然后呢也会拍就是游行的一些画面给大家看。那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纽约玩吧 ，Go！现在要去找出口，准备出站。其实我想找厕所，等一下去找一下厕所。出来了，准备走去饭店的路上，先去放东西。油亮的豆腐锅，这个豆腐锅旁边有3个小菜，那个火锅旺，我们点那个五谷米饭。来到10,000 咖啡。以我不喝咖啡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们家的咖啡很顺口，然后不会涩，然后我不会觉得很苦。那我觉得喝起来感觉有点像是轻松小品的咖啡牛奶，是没有那么甜的版本的，对，所以分享给大家咯。那等一下我们休息完之后，应该就会直接到一手那边，就他们有办一个跟骄傲月有关的活动。这就是一手 Queer Library， 然后有一堆人排队在进场，这边就是排队的人们。现在来到 Stonewall Inn 的前面，然后这是1969年6月28，刚好就是今天对发生的一个10强事件。对，当时是同志族群第一次集体反抗警方，然后跟他们抗争。有点感。对，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后来就是因为为了要纪念这件事情，所以美国就把6月称之为骄傲月，就是为了纪念这个10强事件。对，然后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就是上网再去看更多关于这个事件的故事。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Stonewall National Monument 的 Visitor Center，大家可以进去参观一下。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也有点算是同志运动的发源地啦。Rainy days don't seem so wet. 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you were worth the wait.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Talk for 前进 Christopher Street Pier。Let's go。我们现在在 Christopher Street Pier， 太阳超大，太阳超大，快热死了。通常同志游行结束到最后，大家都会在这里聚集。对对，就象征性，好像就一个，这是一个起源，然后也是一个终点，好像他们可以被解放的这样子。但是现在它就变成一个晒太阳的地方。对，它就一个很大的草地，然后很多人在这边晒太阳这样。现在在 Julius 酒吧，这是一个全美最古老的同志酒吧。那它在1966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运动，就是有3位同志，他们当时呢，因为法律是禁止提供同志酒精的，那他们呢就是当场出柜，然后呢点酒，要求呢酒吧给他们酒这样子。然后呢，以此来抗争这一个法律。那在2016年的时候，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呢，被列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点，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来朝圣一下啦。大家有机会来格林威治，也可以来看看。现在呢，准备要去今天的最后一个行程，我的重头戏，吃晚餐。居酒屋。今天要吃一个日式居酒屋，在哪里 ？East Village 吗？在东村。东村好吃的居酒屋。等一下要分享一些我们吃的东西给大家看。耶！各位，我们现在回到饭店，准备要休息啦。但还是不免俗的带大家来一下 room tour。好，首先呢，这边是大门，进来之后呢，这是玄关，玄关这边有一个面镜子。好，然后呢，旁边这里就是厕所。进来看一下，厕所就很简单，就是一个洗手台，然后 shower room， 然后一个马桶，就这样子。非常简单，好，然后再来呢，走过来这边就会看到床，走慢一点好，好，床铺，就这样，这是一个还算简单但是干净 cozy 的房间啦。等一下呢，我们就会先准备洗澡，然后就会早点休息。那明天早上呢，早起去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就会准备到同志游行的这个
队伍游行会经过的地方去等。麦当劳的彩虹旗，今天去麦当劳上下厕所。耶！我们刚刚买了一个旗子，然后一个雨伞，彩虹的。Flag, bandanas, man. Ah, USA, USA. Flag, bandanas. 等待游行开始中。What you want in the morning? A mistake of reps like a big warning. Tonight I'm all in. If you're gonna do it, just. 现在跟朋友一起吃完午餐，然后我们坐地铁到第4大道，这边有一个 Pride Festival， 然后它有一些活动啊，卖吃的啊，还有一些表演。算是同志大游行的一个附属的活动吗？现场气氛超嗨，那个超大的舞台。Can you take me higher, higher, higher? Can you take me higher, higher, higher? Can you take me higher, higher, higher? Can you take me higher? 这不错哎，派上用场耶！你是同志大游行的宁采臣。这有一摊把迪士尼的角色变成 gay。这边有一个套圈圈游戏，然后他们是用假洋具来当成那个套圈圈的。There's one shoe in there. 套中了。Of course. 感觉好开心。找到台湾的
三自这种重要的场合，身为第一个通过同婚的东亚国家，台湾当然要插一脚。台湾 No.1。Hello， 我们呢刚从纽约回到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面。那现在呢，我们想要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周末回去纽约的这一趟旅行。然后，首先我可能想要先了解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2天1夜这个旅行的感想是什么？这就是可以好好的，真的了解在那个地方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好像感觉不太一样。对，就对这一切就是更深刻的了解这样子。对，觉得今年的同志游行在川普当选之后，我觉得还有不同的意义，就大家可能知道他在美国其实是蛮打压这些。不管是移民啊，或者是多元性别的族群，对，那这一次好像就是情绪有点激动。这一次好像就是让他想要让他更清楚的看到说我们还在，加上这个是美国同婚10周年，没错，对，今年，所以我觉得的确这个。参加这一个游行，我个人认为对我是更具意义。蛮多，其实他们可能其实是异性恋，但是他们也都蛮愿意就是走上街来支持同志。对啊，就像我之前在台湾参加的时候，其实我的异性恋朋友也会跟我们一起去。对啊，那我觉得那对我们来讲都是有一种更被支持的感觉。在平常的生活中。如果你也想要做些什么，或是想要对同志族群有更多一层的了解，你可以，自己不管是多问，或是甚至实际去参加同志游行，看到认识一些不同族群的人，那其他时候，就是不要太限制自己，就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认识。对，像我就是，如果你的身边有认识的同志，然后他可能，如果他还是会为了这个身份有一些困扰，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地方，甚至面临歧视或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为他发声，或是告诉他怎么样支持他等等，我觉得这都会让他觉得好过。或是你只是把他当其他人一样，我觉得光是这种意识就会让他感觉你是对于这个纽约同志大游行这个旅程的一些想法。对，那也希望说就是大家看了这个影片之后，然后可以感受到，就是不管是同志，或者是就是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是想要传递，不管是平等或是爱的这种感觉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感受到，然后要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好，那我们就现在时间也不晚了，所以不早了，所以现在时间很晚了，对，所以我们就等下可能就准备休息。那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